一直以来我都对平板壳这个东西非常的纠结。手机上面嘛，你整个再复杂，也就是在材质和细节上面下功夫，顶天了就加个皮套，加个指环，对吧？但平板呢，是巴不得让这个壳能保护，能立起来，能加多点机关，最好呢还能打字。哎，对，还别太重。我全都。那你也猜到啦，这根本就不可能有标准答案，所以这就是我这次买到的壳。好家伙，都5202年了，还是有些壳我用一下就想秒拆。几十块钱的壳和100多块钱的壳居然长得毫无区别，甚至有些几百块钱买的壳难用到我怀疑人生。来，我就帮大家来梳理一下支架、重量、材质，还有一些小设计到底有多重要。看完你就知道买啥样的壳不会后悔啦。大家就别踩我踩过的坑了啊！本期视频绝无恰饭，咱们开始吧。没有支架的平板就像是没有盖子的泡面，我觉得支架不是选项，而是必需品。但支架呢，也不都是一个样的，你得按照自己的需求去挑选。像这样的往后卷的壳呢，一般来说都没有问题，体积小，结构简单，还能支持低角度模式，尤其是想拿来画画写字的，平放呢它就容易反光和偏色，稍微支起来一点就好了。不过呢，我怎么觉得这些第三方壳比官方的还要好用一点？一样带磁吸，人家还带个打口可以固定笔，更关键的是苹果的智能双面夹，卖600块钱，真不如抢劫，还智能呢。不过这些第三方的也很离谱啊，这两个壳，一个50块钱不到，一个100多块钱。你能找得出区别吗？听起来浑身都是优点，但喜欢带着平板出去吃饭的小伙伴，听我一句劝，真的别买这种。它在外面就是一个抹布，会把桌上面的油洗得干干净净，然后抹到你的屏幕上。而且这种壳一般是调不了角度的，主要靠自己动脑袋。所以看视频多的小伙伴选往内折的壳，耐脏，而且可调角度还会多一些。一般这种壳呢也会稍微厚实一点，要么就选这种真正的支架壳。不过支架壳选简单点的就好。最近还流行一种新折叠壳，它可以像折纸一样折来折去。你看这个卖家秀，总能比官方壳多点功能。就比如说这个低的有2种角度，增高还能横竖。给大家展示一下它是怎么用的哈。第一种模式呢，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子向内折起来，放到这里面，这是第一个角度。但你也可以把它反过来，这是第2个角度。第3种模式呢，这个可就复杂了，往外顶着之后，它就可以把它立起来了。如果说你把这个地方反着顶，这倒也是另外一种新角度哈，但这不是官方用法。这里还有一个带磁吸背板的，它更加离谱了。先把它这样平放，然后往外一掰，它就可以这样立起来使用了。但是增高之后呢，它居然可以拆下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换个角度，竖屏用，就离谱。要是不考虑别的，那我也乐意选这种。但越是复杂的折纸壳，展开的时候就越狼狈。就这么说吧，给工作室的小伙伴们试了一下，每个人都得宕机一会儿。其实还有一种卖的是可以旋转的壳，这种壳我自己是不太喜欢用的，虽然展开很方便，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就会有嘎吱嘎吱的声音。强需求竖屏的，倒不如看一下磁吸壳。不过往往不同的类型就对应了不同的重量，保护性越差，结构越少，重量也就越轻。所以最轻薄的就是类似苹果官方的这种磁吸板，3折一高一低2个角度，可以看视频也可以写字，既承担盖子的角色，又承担支架的角色，简直就是简洁的艺术品。但这边框露在外面，我也担心啊。结果工作室的小伙伴说，他为了用磁吸壳贴了层边框膜，哈？带框的保护性会好一点，重量也会重一点，往往呢都在200-300克。你们可以试一下用 iPad 拖着一盒牛奶，感受一下这个重量。如果是那种加强背板的，就得去到400克以上了，相当于一个 iPad Pro 11寸，而且这种壳还巨贵啊！如果不是真的很焦虑损坏，这种壳的体验确实不是最好的。不过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，贵的壳一般都做得非常的厚重，要么就不好看，好像就是为了堆料堆参数强行拉满的那种感觉。所以要轻薄，要么就选中等价位，要么就选苹果的就行。材质上面呢，平板壳就没有手机壳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了，基本上就是塑料、硅胶、仿皮、凯夫拉、类肤这几种材质，其他的倒也不是没有，就是这种，还有这种的壳。
构型上比较不太常规，好吧？手感当然是类肤和仿皮做的比较好，但是耐脏性来说的话，类肤真的是离谱，很容易油光满面。如果是这样压紧的，有不小的概率后面会起边。有没有同款起边的小伙伴举个手给我看看？看一下这俩功能最复杂、体重最可观的选手哦，妙控键盘，但蓝牙版。不过我是这么说，他们肯定是不认的哦。众所周知，苹果官方的妙控键盘是金子做的，仅需2000多。这些壳宣传页面都说的是平替、自动连接，甚至还能无线什么什么的，还只要300多，太良心了。但真的吗？没错，它们确实可以自动连接，毕竟蓝牙确实长得也很平替。但妙控键盘的精髓不仅仅是键盘，这个口它可以给 iPad 充电。拿下来之后，也可以无缝变成平板模式继续用，展开关闭丝滑的手感也让人觉得合情合理。它们呢，留个 Type C 是键盘本体就需要充电，当打开之后更是难崩。它们就像是没有拉伸开就试图做瑜伽的新命男子。那我就退一步来说，就当它是一个蓝牙键盘来用，这不是也挺好用的吗？如果你能接受这个鼠标延迟的话 ，iPadOS 本来就有很夸张的鼠标加速度的，再加上延迟，你就根本点不到你想要点的地方，你得像开车一样提前刹车。就算你把它从支架上面拿下来了，它还是一样连接着的，点一下死活都不会弹出键盘，甚至盖上都还连着。而且更离谱的是什么？其中一个的触控板虽然也是全域按压，但4周可以，中间就很吃力。我反正用了几分钟之后就已经自闭了，这完事儿了吗？没有，2个键盘都还有600多克，比 iPad Pro 本体都要重很多。到这个时候，我突然又觉得300多怎么这么贵？我建议啊，真的需要用到键盘的小伙伴，你宁可去找个真正的第三方键盘，这种带支架的、有下巴支撑的，都好过这种超个半吊子的产品，它只会比公模还要难受。借着这个机会呢，我又搞了几个平时压根儿就下不了决心买的壳。那这一筐就是这玩意儿，一套上去就变成一个儿童平板了。然后这个笔呢，它是这样子放的，你得先这样子横着戳进去，然后再把它给划回来，完美防止小朋友把它摔出来。不过到底是哪个天才想出来做 iPad Pro 的儿童壳的呀？爸爸给你买的什么呀？再看这个更离谱了。你看这个手就感觉分分钟都要被我拧断了，它还没有支架，你把它放在这里，它确实能站得住，感觉推一下它就要。接下来就是这个气囊壳，这玩意儿的背面防摔肯定是嘎嘎的，它这真的做的那个虚线，会有一种这个气囊是缝合上去的感觉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壳，其实还挺好看的，特别的有那种少女手杖的感觉。它是这种带一点点绒面的，底下是一个网纱，但是它这个网纱你看它就没有绷紧，就显得有点劣质了。但你别说，它可不便宜哦，得要139块钱哦。我倒觉得这样挺实用的，这个壳还可以用来擦屏幕呢。下一个 iPad 壳，但 Mac Studio 还有380，这个壳装起来有点费劲儿。哦，不是，这个磁铁已经飞出来了，现场维修。别把，哇，这个声音，有没有小伙伴受不了这种金属摩擦声的？赶紧避雷，很恐怖这个摩擦。其实这玩意儿长得虽然抽象，但它居然比我想象中的要结实很多。给大家看看它有多坚硬，怎么掰都掰不动。它里面这里还有个香薰片呢，但这个是什么需求我没懂。还有这个奇怪的散热壳，做我坏话，还有493，这后面就是一个 MagSafe， 然后你可以磁吸一个散热器上去散热。iPad Pro 真的有必要用到主动散热吗？但是这个壳带出去也太容易掉零件了。剩下这个10几块钱的 iPad 壳，好家伙，这个做工是真的没有任何的惊喜，中间还掏空了这么大一块，我怀疑材料都没有比手机壳多多少，套上去了还是毫无意外。它这么薄，真的能保护得了吗 ？Easy。录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呢，这个壳也到了，看这个质感真的无敌。这个非常酷的壳呢，要259。我买的时候呢，看到它是这样说的哈，手工头层牛皮真皮风马蹄美式复古风欧美折叠 iPad 保护套。其实光看这个外表还挺好看的，里面有点脏兮兮的，感觉他在外面买了一个公模的壳，然后把这个皮给缝上去就完事儿了。这个公模的壳，我觉得给它5块钱都算贵了。我感觉我稍微用点力都可以把它撕下来，它这个质感真的，无敌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哪一个更值？其实现在 iPad 壳已经做得很不错了，基本上都是1分钱1分货，也不会出现特别离谱的情况。但有一些特殊功能需要注意一下，就比如说笔。你看有些壳，它这边隔开，本来磁吸就不算特别强了，
隔开了以后呢，从包里拿出来基本上就是不可能不掉的了。最起码这边得有一个搭扣或者是凹槽，才能保护笔不乱飞。还有就是充电口，尤其是厚的壳，要么选择开口大一点的，要么呢就选择接口细一点的线。总之双向奔赴，不会有好果子吃啊！而且我建议不要选这种塑料软壳，本来平板就容易放在各种平面上，这种壳又容易油，万一再发黄，三向奔赴有好果子吃。还有一个有意思的，大家一般都能看到这里面有好几种壳都是长得差不多的，但是价格不一样，效果图做的也不大一样，但大概率呢买到手之后它们都是差不多的，甚至很有可能就是一模一样的。我才是马邦德。哦。是这样，看到同类型的壳，直接买便宜的那个就行，别管牌子。安卓平板选壳的话呢，毕竟出货量不像 iPad 那么大那么稳定，所以说优先先看一下官方的壳有没有喜欢的，如果可以就选官方壳，不喜欢的话，我倒是有个邪门路子，咱们就去搜 iPad 壳，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类型，一般都是经过时间验证的产品，然后呢，你再去搜你自己的壳，找这种类型，加上前面的这些避雷小点，踩坑的概率就会小很多啦。OK，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切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